大家好，这是 UFC 2867的高光回顾。主赛第一场比赛，来自中量级，排名第4的马尔文·维托里对阵排名第9的罗曼·多利兹。多利兹希望通过赢下这场比赛，进入中量级前5名。维托里上场比赛输给了5星哥惠特克，他希望能够赢下这场比赛，重新回到胜利轨道，再打一场比赛，有望挑战冠军。第一回合，双方在战力对攻中度过，多利兹非常自信。他在回合初期就对维托里展开了猛攻，维托里则是通过距离控制和低扫来对抗多利兹，在打击次数上并不处于下风。回合结束前，多利兹又发起了一轮猛攻，并有一些击打命中了维托里。第二回合，多利兹依然在拳脚较量中占据着一定的优势，除了命中数外，他很好的压制住了对手，使得维托里的进攻无法奏效。这个回合里，多利兹也进行了一次抱摔尝试，但无功而返。第三回合，维托里还是以低扫创造进攻机会为主，他的连续踢击给多利兹的小腿造成了一定的伤害。重击方面，双方互有命中，维托里在3分半左右的一记重拳险些击倒对手。不过场面上双方非常接近，这是势均力敌的一个回合。全场比赛结束后，维托里以29比28、29到28、30到27的点数，一致判定胜出。主赛第2场，来自女子银量级，詹妮弗·玛雅对阵凯西·奥尼尔。UFC 每期数字赛都会安排一场女子比赛在第2场，虽然他们大多数打得沉闷又无聊，我对 UFC 大部分女选手的唯一关注点就是她有没有开通 Only。詹妮弗·玛雅水平一般，之前挑战过子弹姐，判定失败了。不过在赛前我又关注凯西·奥尼尔，职业生涯9战全胜的战绩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而且他 TKO 过子弹姐的姐姐安东尼娜·瑟甫琴科，我对她非常欣赏，不要怀疑，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考量。不过这场比赛他让我失望了。第一回合，奥尼尔在展开对攻中表现得非常主动，他不断前冲寻找进攻机会，但大都没有什么效果。而玛雅的防守反击非常出色，他抓住空档后的吃拳反攻命中率很高，这使得他在有效击打数字方面占得优势。玛雅也在这5分钟里尝试了抱摔，但没人的手。第二回合，双方有了更多的正面拼拳，但问题是奥尼尔的进攻仍收不到什么效果，大多被玛雅躲开或成功防御。而玛雅在防御后的反击非常高效，有多次组合击打命中对手，继续掌控局面。第3回合，奥尼尔的情况大幅好转，他的进攻终于能大量命中对手，并成功将玛雅的鼻子打破。而玛雅则在大多数时间里被奥尼尔压制，他只能在外围不断移动来寻找机会。最后1分钟时，玛雅抱摔奥尼尔不成，反而遭到对手的连续击打。3回合战罢，玛雅以30比27、29到28、29到28的点数，一致判定获胜。主赛第3场，来自次中量级，冈纳·尼尔森对阵布莱恩·巴博雷纳。柔术神童尼尔森虽然之前的比赛被真正的地面大佬德米恩·玛雅在地面教育了一番，不过其地面水平还是有目共睹的。对手巴博雷纳曾和刑天罗比劳勒打过超级热血的对拼，并把劳勒打跪了，是个战力系打击系选手。双方开场后都表现得比较谨慎，互相之间的接触很少。回合中段，尼尔森伺机抱摔放倒了巴博雷纳，并在上位展开压制。作为一位降服高手，尼尔森先后尝试了木村锁等降服技，但都未能将动作做到位。直到距离回合结束不到10秒时，他伺机抓住巴博雷纳的胳膊，对他使出了手臂十字固，终于成功降服了对手，赢得了胜利。联合主赛，来自轻量级，排名第3的贾斯汀·盖奇对阵排名第8的拉斐尔·菲季耶夫。在比赛开始之前，各种格斗论坛充斥着对盖奇、钱德勒、普瓦里尔的讨伐，说他们前5站着茅坑不拉屎，互相比赛，不给新人机会。菲季耶夫、萨鲁基安、加姆罗特等等都有冠军的料，给个机会就能上位。这场比赛，盖奇用自己的实力表现，证明自己是有资格排在排行榜前3位置的。不过菲季耶夫也用自己的精彩表现，证明了自己。我在赛前有做视频，讲解2人的技术特点，结果不出所料，盖奇在 UFC 出战11场花红，场场比赛热血。赛后连 DC 都要惊叹一句：盖奇，你是我的英雄。回到比赛，第一回合，双方以几记低扫进行试探后，菲季耶夫首先发起进攻，他连续的重击显然给盖奇带来了一定的威胁。之后的时间里，菲季耶夫是掌控局面的一方，他有多次组合击打命中对手。
使得盖奇在场面上完全被压制。第二回合，场面变得势均力敌，盖奇与菲季耶夫之间爆发了多次正面拼拳，并且盖奇占据了一定的优势，尤其是在回合中段时，他有几次组合击打命中给菲季耶夫造成了一些麻烦，而菲季耶夫选择了与盖奇拼拳，但由于臂展劣势，在有效命中率上并不占优。第三回合，菲季耶夫开局有几记重击命中盖奇，险些击倒对手。之后的对攻战中，两人表现非常接近，不过盖奇的进攻似乎更具成效，他成功将菲季耶夫的面部打出了血。比赛结束前，盖奇多次击打命中菲季耶夫头部，使得他的出血情况更加严重，并在最后的几秒时成功摔倒了对手。全场较量结束后，盖奇以29比28、29到28、28到28的点数，多数判定胜出。钻石在赛后也不禁发推，感叹比赛超热血。头条主赛，来自次重量级冠军战，冠军里昂、爱德华斯对阵排名第1的卡马努乌斯曼。被中文格斗圈亲切称为华子的里昂、爱德华斯，在自己的祖国再次面对尼日利亚梦魇，华子要用这场比赛证明，上次的最后回合高扫 KO 乌斯曼，并非侥幸。第一回合，双方都在谨慎的进行试探，正面出击并不多。3分半左右时，爱德华斯有一记很重的中扫命中了乌斯曼的腹部，但未能重创对手，而乌斯曼也在回合末段尝试了抱摔，同样未能得手。第二回合，爱德华斯在初期有一些精彩的击打命中，包括连续的组合拳击退了乌斯曼。回合中段，乌斯曼抱摔的手，并拿背进行控制，但不久后被爱德华斯回到了站立。之后两人站立对攻，乌斯曼一直将爱德华斯逼迫在笼边不断进攻。第三回合，乌斯曼轻松抱摔放倒爱德华斯，并展开了一番空背的地面击打。回到站立后，乌斯曼继续尝试抱摔对手，但爱德华斯手抓龙网防住了抱摔，因此被裁判罚掉了1分。之后的时间里，两人在站立对攻中度过，互有击打命中。第四回合，乌斯曼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略占优势，他成功的将爱德华斯控制在笼边进攻。虽然期间乌斯曼在正面的对腿中摔倒，但他很快就站了起来。回合末段，乌斯曼有过2次成功抱摔，不过爱德华斯也有成功的抱摔防御。最后一回合，爱德华斯在站立中有一些精准的击打命中，不过他还是无法摆脱乌斯曼对他的笼边控制，并有被乌斯曼抱摔放倒。乌斯曼最后一回合不断抱摔顶笼，不给爱德华斯站立对攻的机会。爱德华斯依然想复刻人上一场比赛的套路，不过全场右手从未放下报价的乌斯曼，虽然有被打中，不过并未受到重创。5个回合的激战结束后，爱德华斯以48比46、48比46、47到47的点数，多数判定胜出，成功卫冕了次重量级冠军头衔。爱德华斯在发表获胜感言的时候，台下的卡子已经按耐不住兴奋，为自己能够获得挑战权而努力叫嚣。推特上的另一头，已经远离 UFC 的小马底亚兹，也开始了自己表演，重播自己和爱德华斯的比赛，25分钟里仅有的5秒高光，表示自己仍是冠军级人物。就连不在这个量级的马哈切夫也发推表示想干华子。虽然有些话马哈切夫的粉丝可能不爱听，但主播真的忍不住。马哈切夫目前还没资格挑战双冠军，赢围腰带之后打了个羽量级选手，现在又想打次重量级，你倒是给轻量级兄弟个机会啊，一大波兄弟都在那里憋着呢。上一场赢大帝也很勉强吧，轻量级前5里你只赢了奥利维拉，话题性和热度也一般。UFC 284吵了半天双冠军对阵， PPV 才卖了50万，严重怀疑马哈切夫的推特都是被阿里这个讨厌鬼经营的。这里不得不提另一个混迹次中和中量级的搅屎棍 BJ 新闻网发推特，大拿已经计划让齐马耶夫在10月份打中量级，主要是齐马耶夫已经降重不到次中量级了，上次比赛超重9磅，简直就是笑话。不过齐马耶夫可没消停，发推表示要跟爱德华斯和乌斯曼这2个小丑。这一波操作给我们的拉哥艾利克斯·佩雷拉也搞糊涂了，感觉这根本进了迷宫，不知往哪走了。既然大拿亲儿子齐马耶夫打不了次中，就轮到干儿子卡恩顿上位了。BJ 新闻网确认，大拿要安排贝拉尔打沙夫卡特、马达和伯恩斯的比赛，无论是什么结果都不会影响。卡兹会是下一个冠军挑战权，卡兹 vs 华子，你觉得谁会赢呢？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吧。Spider-Man